这个地方是日本神户乡下的一个小山村，其实离我家很近，我家也住在这个附近。我家的位置到这里就相当于是隔壁村，隔着的距离大概就是后面的这一个小山。我在4年前从中国移居到了日本，因为厌倦了大城市，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乡下的地方生活。日本城市里面的一户建大部分都是不带院子的，要找这种带院子的一户建呢，也只有乡下才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我当时的钱也不是很多，这种乡下的房价它非常的便宜。图上的这个是这一片唯一正在出售的一个房子，这个800多万的卖的是异常便宜一些，正常来说呢，买一个也要1000到2000万的。便宜点的房子可能比较旧，需要重新装修，或者是土地面积小一点，或者是地理位置呢稍微差一点。其实这个村子比我家附近那一片的环境要差一些。目前这个小村子没有房子在出售，只有刚才那一套，所以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实际的参考。但是我对这边环境和位置一个评估，我认为它任何一套都不会超过2000万。它这边也有新盖的房子，比如说这里，这个以前是一个大的宅子，然后那个宅子比较老了就拆了，然后地产公司买下来就把它分割成2个地块。它这个已经快盖完了，就是把以前的一个大房子然后拆成2个拿来出售。其实按道理来说，这种乡下的地方房子越大是越好卖的，因为很多人买到乡下就是想住一个特别大的房子，不光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他也是这么想的。那地产公司为什么要把这种大的房子拆开成2套呢？根据地方税法的349条，这种乡下地方的房子如果土地面积小于200平，那么房产税差不多要打1.6折。我举个例子，你以2000万的价格在这边买了一个带院子的一户建，你拿着房子去做抵押贷款，可能可以贷到你房价的0.6或者0.7，收税的额度就差不多是你在银行抵押贷款的额度。房产税收的是1.4%，所以如果你去交房产税，就差不多是以1400万的价格，然后乘以0.014，然后再乘一个0.16的折扣，那么你每年要交的房产税是31300日元。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家的土地面积不超过200平，超出200平的土地部分，另外是收0.33的折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产公司买到一块大的地就把它给切了的原因，因为实际上你也用不了那么多。像我家院子前后加起来有50多平，但是我实际使用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我就是在一个角落里面种点花种点菜，然后挂了一个吊床，其他的地方我不打理，它就长满了杂草。我再回答一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这种一户建1年的维护费大概是多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家的房子我住了4年，我1分钱的维护费我都没有花，因为没有坏你就不需要花钱去维护它。这个就跟装修差不多，你装修好了的房子，你每年都要固定花一笔维护费吗？没有吧？坏了的地方就去修，没有坏就不修。对于地震让房子的地基歪了或者是墙裂了，那个是保险公司要赔的。你真正要出钱的地方，可能就是比如你家的地板你泡了水。这个小村子它看起来比较偏，但它真正到市区的距离并不远，到神户的市中心也就是半个小时。我个人估计它这里的一个房价应该比我住的那一片便宜20-30%，普遍应该是在1000万左右的一个水平，最大的房子应该也不会超过2000万。可能有人会想说，刚刚那个地方看的环境也没有很差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日本对这种社区里面的环境它分得非常的细。刚刚那个小村其实离这里就是过了一个桥，过了一个马路，但是如果是同样面积同样新旧的房子，外形都差不多的话，那这边可能要贵个200-300万。对很多外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反常识的一个事情，因为就这个距离他甚至连小区都没有走出去。同一个小区同样的房子怎么普遍价格还不一样呢？这个就必须要说一下日本房子的流通率。日本房产交易流通率非常的高，你走到哪它都有房子买，就刚刚那么一个小村子它都有一套房子在卖。那么作为一个正常的买家，你决定买不买这个房子的因素就多了。这个房子的旁边有一些杂草，或者仅仅只是有一个电线杆，它都可能是你不买它的一个原因。知道我这么说可能有人听不懂，没关系，我把时间回溯一下。好，那么现在的时间就回到了我早上刚遛完小狗的时间。我也不说有多大的区别，就你自己感觉这一片的环境是不是比刚才那边要好一些？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买房子的客户，你在这一片和刚才那一片同时看了一套新房子，
在价格、户型、大小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你买哪一边？因为我们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同一个小区的环境是几乎一样的，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才来日本的时候，对环境决定价格的这个因素呢，它并不敏感，更多做对比的是地段、价格还有房子的本身。这个对我来说感受是最深的，因为很多人咨询我的时候就是问这个地方离市区远不远，房子多大，价格多少钱。很少有客人会说有没有附近环境的照片给我看一下吧，最多就是问附近有没有学校，有没有超市。且确实有时候也不能够怪客人，因为房子的环境要实际去看才能够知道，不做一个对比的话，实际是感受不出来的。也有时候客人一来，然后看了2天房子，就说就选这个吧，这个房子又大又便宜，是吧？然后我有时候觉得那个地方环境不好，我就说要不我们先申请，然后再看看。这里是这个社区出来的一个便利店，这个是这个社区的一个家庭餐厅，是住在这个社区最近的一个餐厅。这个是我经常吃早饭的一个店，这个店日本的邻居来的特别的多，特别是周末的时候，拖家带口的很多人还带小孩来吃。那行，我就带大家进去吃一个饭，看一看这种社区里面的家庭餐厅，它里面有什么好吃的。现在夏天我越来越不爱起床了，我一般都是睡到11、12点，起来了之后就会出门，然后找一个店吃个饭。这是我买的一个小电扇，这家店平时也可以点外卖送到家，而且这家店就在社区旁边，所以它的配送费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大家应该可以听到小孩子说话的声音。其实很多年轻的父母，他们做饭的水平也不怎么样。然后这家餐厅呢，它量大管饱，就成了很多父母在周末的时候一个选择。这家店有儿童套餐，所以到周末的时候，他们都带小孩子来吃。儿童套餐一般就是汉堡牛排、炸鸡块、小香肠这些，其实也是预制菜。其实，在日本人也没有那么注重预制菜，反正你就吃吧。沙莉亚在日本也是预制菜，也有很多人去吃。我点的这个炸猪排套餐是1000多，然后那个鸡翅是400多。对于日常饭来说，这个价格算是比较贵的。主要是夏天我基本上起不来，但今天我是11点多才起来，然后遛完小狗再来这里吃饭，就是12点多了。早饭、中饭一起吃，吃完饭再带大家来这个社区看一看。这个楼梯下去，左边有一个永旺超市。永旺超市在乡下主要是卖食材、日常用品和零食的一个超市，但它卖的食材就要比业务超市要贵一些。一般正常我买食材一定会去业务超市买，同等量的食材在业务超市卖8、9千的话，那么在永旺超市买可能就要1万2、3。但怎么说呢？就永旺超市它离得还是近一些，业务超市一般比较远。所以有时候在家里炒菜，正好缺一盒五花肉的话，那就直接在永旺超市买就算了。日本尤其是这种乡下，特别喜欢用这种人工草皮，很多人的家里院子里面铺的都是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院子里面杂草的那个生长速度，特别是夏天，你只要2个星期不去管它，那就长得跟原始森林差不多。但是像现在这种天气，你没办法去收拾，因为你干一会儿活的话，那你全身都是汗。这边它是一个幼儿园，但是现在因为温度太高了，没有小朋友。这个地方像这种公寓卖的很便宜，这一栋楼没有在出售的，不过旁边有一栋楼有。然后这个是这个公寓里面的照片，实用面积是62平。在我之前的节目我说这种公寓没什么买的价值，因为你买过来要装修，装修费可能要200、300万的，但是你卖也只能够卖个200、300万。后来有网友指出我的错误，就说并不是所有的公寓都很旧，都要装修，有的也可以直接住。对于这个呢，我也不争辩，反正每个人对房子的感觉不一样。图在这里，你们自己看。如果可以直接住的话呢，那它就是直接可以住。这个社区是一个旧社区，但它也经常有这种新盖的房子，比如说这个。日本的乡下它是一个结合体，它就是各个社区都盘在这个地方。有的社区是新开发的，它一整片街区都比较新，路面、栏杆还有一些公共设施它都会比较新。像这种社区的话呢，它通常价格是要比较贵一点的。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带院子的房子，那你就只能够选这种稍微老一点的社区。
因为新盖的房子，哪怕是在凉风町那样的豪宅区，它的那个院子也比较小，几乎是没什么院子。像这种带院子的，一般拆除之后再盖新的，它这个院子就没有了。因为逐渐这个理念不一样了，年轻人他也不爱打理院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乡下的这种地方的房子，它的建筑遮蔽率通常是60%到70%，然后容积率是150%。什么个意思呢？你看这个房子前面有2个停车位，这个停车位的土地面积就是这个房子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房子的自带土地是100平，那么它的建筑遮蔽率是60%，它就只有60平可以盖建筑物，然后容积率是150%。这个意思就是说，100平的土地，它的建筑总面积不能够超过150平。那么你60平占地面积的一个建筑，盖个2层，它没有超过150就正好。所以现代人就更倾向于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把建筑的面积最大化。但以前的人他不是这么想，就比如说你看这个，他就只需要1个停车位，然后其他地方他留个院子，他看着好看。然后就还有这种看起来更老一点的房子，你看这个房子它明显年份更老一些。像这种房子，如果它本身不带一个院子的话，其实看起来也很奇怪。像这种老宅，它如果翻新重建，保留它这个外观的话，那它院子也一定会保留。日本有很多建筑公司就是专门翻新这种老宅，我之前有看过他们对这种老宅的翻新施工，就在外面再搭一个骨架，然后把这个房子整个给撑起来，然后把里面一些烂掉的木头结构整个给加固，地基也要重新倒混凝土。真正算下来，整个施工成本肯定是高于重新盖一个新的。但是神户政府对这种老宅的翻新，它会提供一个补助，这个补助的力度非常大，而且这种老房子你只要不拆的话，你每年都可以拿一笔钱。然后还有就是像前面这个房子，它的院墙外面挂着这个黄色的网子，这个是堆放垃圾的位置。因为是在你家房子旁边堆放垃圾嘛，所以也是会给予一个补助的。像日本的这种一户建，夏天的时候非常的晒，像现在白天这种38、9度的温度，2楼根本待不了人。不过因为大部分的房子它通风性很好，而且旁边也没有什么高层的建筑去遮挡，这个风的声音大家也能够听到了。像我家一般太阳下山之后，我把楼上的窗户全部打开，然后等到我晚上上去睡觉的时候，它的那个温度就已经降下来了。基本上晚上睡觉不需要开什么空调，但是1楼的那个空调白天的时候是常开的。日本的这种乡下社区，它养狗的人特别的多，但是你们看它这个路上基本上看不到小狗的粪便，这也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方。我刚刚搬来日本的时候，我还会想，总还是会有人不去捡小狗的粪便的吧。结果我住了4年，我看到路边有小狗粪便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你也不敢肯定那个是野猫拉的还是家里的宠物狗拉的。它有素质是一方面，它那个配套做的也比较好。超市有那个专门装宠物粪便的那个袋子，袋子里面套了一层纸，那个纸比较厚，你去抓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很膈应。然后那个袋子是防臭的，你打结之后你闻不到里面的臭味。刚刚来的时候我在这边遛狗嘛，然后日本人他没有见过我家这种白色的小狗，它是个小流浪狗，很多的日本人就喜欢去摸它。但它以前是流浪狗，它胆子比较小，它就总是外人摸它的时候它就龇牙咧嘴，它其实不敢去咬，它就只是做样子。但那个时候我才来，我也解释不了它不咬人，我不知道日语那个不咬人怎么说，我就跟日本人说日本人食べません，日本人听了就狂笑，反正就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就好。我不吃日本人，所以对于很多想来留学然后日语不好的，你也不用太担心，就差不多能够猜到你是个什么意思，日本人差不多也能够懂。一般你说不好也不会有太大的恶意去对你。这个前面的那个山上面有野猪，我都看到过好几次，那就竖了一个牌子，就是小心野猪。我有一次看到一只大的带2个小的，那2个小的还有花纹，我估计肯定还是有人喂它们，不然的话也可能饿死了。因为前面这个山它也没有多大，顺着这条路往前面走，前面有一个公交站，公交站到市区的话是25分钟，有快车，快车到市区是15分钟。快车是直接走高速隧道，它的价格要贵一点，它的价格是470，普通的车就是230。像我是考了6次都没有拿到日本的驾照，然后现在排期考一次要3、4个月，这也是我住在这边然后一直还没买车的一个原因。
因为公交也很方便，也没有让我有那么急迫。便利店旁边就有一个公交站。日本的乡下交通网络非常的发达，虽然它是乡下，各种电车、公交、快车、慢车去市区里面非常的方便。大部分的车到市中心都只要半个小时。而且日本的这个公交，它到点的时间非常的准，它那个时间表上面写着是几点有车，它就是几点有车，很少会有晚点的。像我在家就是看着时间出门，一般不会有错过车的情况。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动中心，这里有打羽毛球的，有打网球的，有游泳的，有健身房，有足球场，还有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它收费非常的廉价，因为它是神户市政府补贴的，是一个公众玩的位置，每个乡下的地方它都有。它这个地方租羽毛球场1个小时是200日元，冬天来这里游泳的话，恒温泳池是400，就跟不要钱一样。绕过这个活动中心没多远就到市区了。它今天中间摆的这个台子是做活动，平时是没有的。它这现在卖的都是一些复古的零食小玩具。每年只要出现这个台子，就说明夏日季要快到了。光是市区里面举办夏日季，每个乡下的社区它都会有，就是有些什么捞金鱼啊这些，和动漫里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摊子卖的小零食，非常的有意思。就都是一些这种以前的一些零食玩具，你看这个还挺可爱的。这个是不是经常在动漫里面见到过？像这些贴纸，它都是一些很老的，现在其他的地方都已经看不到了。它这个摊位是在夏天的时候才会摆出来，平时是没有的。反正也不贵，我每年都会买一些带回去玩。那么今天的视频呢，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看呢，请记得帮我点赞、关注、收藏，感谢你的支持。